硅谷银行 Signature Bank 接连爆雷，银行的信用危机已经引发了全球金融系统的恐慌。银行的保险系统，即使 FDIC 承诺会给用户恢复所有的存款，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 SVB 银行里面有1800亿美元的存款，这笔钱的缺口，美联储或者保险公司从哪儿来？这笔亏空又是谁来填上的呢？是从纳税人的钱来出，还是美联储会继续海量的印钞，进一步的加剧通货膨胀呢？那硅谷银行 SVB 的破产原本只是和科技的初创企业相关的一条新闻，但当你听到这里，几个银行巨头系统几乎瘫痪，大水漫灌的印钞之下，通胀的威胁继续，银行的危机呢，也导致住房贷款的审批减速，进一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房地产市场。当你看到这些严峻的后果之后，你还敢说 SVB 的倒闭与你的生活无关吗？佛罗里达著名的地产公司 Royal Palm 的 CEO Dan Coetzee 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There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big impact to the real estate market， 也就是银行业的倒闭和崩盘势必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那么今天的这条视频，我们会先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硅谷银行 Signature Bank 甚至瑞银引发的银行危机对现金流、银行贷款、地产开发商、地产买家和投资客带来的主要的影响。我们来从 basic facts 这种基础事实的角度来看一看，需要填补的这1800亿美元现金的这个缺口，政府是通过哪些 shady 的手段来去填补这些亏空的。来看看这些现金对整个地产市场的影响。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给出一个危机影响清单，列出5个受本次科技公司银行危机影响最大的城市，房价会受到比较大的波动。那么这些城市即使现在的房价还稳如泰山，甚至还有小涨的趋势，但是未来几个月很可能下跌20%到30%。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希望你看到视频的最后，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是否上榜，也欢迎你对我的分析和数据提出质疑，我们一同来探讨。在第一章之前，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 FDIC 也就是美联储提供的这笔存款保障金是从哪儿来的？这笔钱你有想过吗？美联储是怎么把钱变出来的？那么就跟大家说一个很惊悚和粗暴的事实，答案就是印出来。我们通过对美联储的 balance sheet 来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看到，在3月23号这一天，美联储迅速加印了3300亿美元，也就是330个 billion 的现钞。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恰好和美联储宣布 FDIC 同意去 bail SVB、Signature Bank 这些倒闭的银行，几乎是同样一个时间点。在图中也显而易见，美联储的这个 balance sheet 在3月底突然出现了拐点，原来都是往下降，突然增加了3000多亿美元。背后的原因呢，就是火速印钞，央行的这个印钞机加班加点印钱的结果。了解了这笔钱怎么变出来，这是一个很惊悚的事实。那么第二个惊悚的事实呢，就是有很多比较理性的经济学家认为，今天的 SVB 和今天的经济跟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我们说的是发生之前 Bear Stearns 的银行巨头倒闭和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必然的联系，并且有一定的相似性。SVB 和 Bear Stearns 看起来都是too big to fall 大而不倒的银行巨头，然而在一夜之间存款归零，投资者要求赎回，银行不得不去跟银行拆借，或者呢事情已经闹大到美联储也就是 Fed 非救不可，一定要出面救市的程度。所以视频的第一章，我们先来借鉴 Bear Stearns 15年前的先例，来看看当时被美联储所抛弃、被强制以低价出售的 Bear Stearns 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地产市场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为了保持一个比较公允的答案，我还向我的好朋友 ChatGPT 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银行业的暴雷导致了整个社会和银行系统的信用危机，使银行业呢紧缩了贷款的政策，让住房贷款的难度变大，让借钱变得更难。那么攻防成本变高，从而导致了地产市场购买需求降到历史上最低，进而呢引发了当时房价下降了20%到30%的一个结果。同时市场上有大量的法拍房，也就是 foreclosure 的房子出现。那么这一切的发生还都是在次贷危机出现之前，并不是由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引发出来的这个房价的问题。那么对于房价影响的爆发时间点，发生的时间是什么呢？其实房地产价格因为它是 tangible 的 asset，它对于宏观经济的反馈较股市而讲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知道本片视频出来之后肯定会受到很多人唱反调，
告诉我现在的市场表现如何，大部分依然还坚信很多房地产市场依然火热，完全没有降温的迹象。然而当房市真正开始有下跌的势头，其实只是一瞬间 overnight 发生的事情。当普通人普遍所有人都意识到房价下跌，再想出手的时候，已经 way too late， 为时已晚。投资的心理原本就是一件反人性，需要人去告别及时满足，去迎接延时满足的这么样一个心理。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群反对我们的言论，这些构成了主要的人群，当然我也非常欢迎和接受大家的质疑。我会发现有2个主流的声音和人群是对房价下跌反应最敏感的一群人，其中第一大主流的人群还不是买自住房，而是地产的投资者 real estate investors。这部分人普遍认为，钱如果存进银行，既然有一定的风险，又跑不赢通胀，那如果我投资在房地产这种实体经济当中，即使会有一段时间的亏空，做了亏本的买卖，但是房地产它毕竟是有砖有瓦，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实物，现金收益、现金流的亏损是短暂的，但是至少要比我把钱放进银行一扫而空，存在银行里的钱不见了来的要更好。而且毕竟实业呢，它本身呢也会抗通胀，存在一定的市场价值，长期来讲还是会有主流城市的升值空间，至少不会发生什么暴雷事件。这个观点呢，乍一听听起来好像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事实上黑天鹅事件的频发，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的预测的走向已经完全超出我们的认知，已经没有办法用10几年前的投资逻辑和投资的心态再去通过房地产或者通过以前我们固有的认知这类型的资产来去做风险对冲，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或者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SVB 的破产究竟会导致房地产市场多大的灾难，并且会让一级市场有怎样的跌幅？我们再回到15年前，以08年的这个 Bear Stearns 倒闭为例，在银行破产被收购之后，全美房屋的这个售价的中位数在2年期间下跌了20%，S&P 500标普的指数下跌了50%。当潮水退去，经济下行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裸泳。如果把当时的存款去投资到房产、股市等等，都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几轮接盘的游戏发生了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自己是上一轮的韭菜。原本一个稳赚的投机的游戏，却变成了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因为经济周期总会来临，盘总有接不下去的那一刻。一旦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接盘游戏，那么多米诺骨牌总有崩塌的一刻。我们试想一下，银行释放的信号，经济释放的信号，会在华尔街的大佬们、机构当中首先收到风声。那么当机构和大佬们已经开始掏空硅谷银行存款的时候，这个新闻可能还尚未在公开渠道发布，也就是普通人在这个时候还未可知。但是到了第2天，当市场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收到这个新闻、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散户们、个人投资者才会意识到，这个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晚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就像我一直强调的，人只能赚到认知之内的钱。当经济下行，你并不知道自己家庭的投资策略应该激进还是保守的时候，其实正是学习这个市场周期、学习市场规律和经济学基础的好时候。也欢迎大家预约咨询或者报名我们上个月开设的地产投资训练营和金融基础课，每45分钟一个课时的课，其实背后我都倾注了20个小时进行备课和准备，也希望可以帮到大家，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经济下行期间做足准备。欢迎你直接找到下方的这个 Teachable 的链接，点击报名。第2点，我想给大家解答一个普遍的问题，大家会问，在银行暴雷之后，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降了0.5%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很多朋友在3月中旬左右，由于银行的弱势，希望获得更多的这个客户，30年贷款利率终于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2周内就下降了0.3个百分点。那么这是继30年贷款利率持续5周上涨超过0.5%之后首次的下降，这一下就让很多朋友觉得机会又来了。很多这个银行贷款的从业人员也变得活跃起来，因为银行从业者都知道，现在买家对于贷款利率这个数字，哪怕是0点几的区别都非常敏感。一旦利率开始降低，大家就会瞄准这个势头。那之前踏空发出 offer 又空手而归，
手握现金这些买家们就会冲进房产市场，认为机会来了，再大有作为一番。我们先肯定一下，这个设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实际上呢，事与愿违。3月22号，也就是上个礼拜，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从4.75%调至5%的区间。虽然鲍威尔承认说，最近银行系统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导致信贷条件的收紧，但是在2023年剩余的这几个季度都不会考虑降息。再强调一次，鲍威尔已经表明了今年还有3个季度不会考虑降息。还记得之前美联储加印了3300亿美元的钞票吗？那这波操作加印货币明显是跟通货膨胀反着干，会对通货膨胀的压制产生反作用。那么为了去调整平衡，降低通货膨胀，美联储势必不会放缓加息的脚步，继续像之前一样，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把通胀从7%、8%拉到3%以下的水平，抗争到底。好了，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房地产下跌城市排名的公布了。我们分析完了宏观经济、微观经济，那么就具体来看一下地区，看一看受银行危机影响最大的5座城市。以下几个城市的排名和归类，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去分析，包括科技公司受到影响开始裁员，这些地区的房价是不是因为过去科技公司几年的高速成长而地区的价值被高估，以及这个地区库存和房源的分析，通过这几个角度来拉出一个 Top 5受影响城市清单。当很多人还只看到了30年贷款利率降低的0.5%，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月多还贷或者少还200-300块钱的这么样一个问题。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家庭成员或者自己的工作饭碗都会受到威胁，朝不保夕。那么当你的工作，你主要的 income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会在乎这每个月200-300块钱的小钱呢？即使美联储把风头压下来，说银行用户当中的存款可以100%的提出来，但是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这笔钱也不会马上的归还。现金流就是生命，这让湾区和德州的很多科技大厂和初创的企业公司的现金流、估值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裁员潮呢，也开始分阶段分波的开始进行了。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现在1季度刚刚结束，2023年前3个月裁员的人数就已经快要超过去年1年2020年的裁员总数了。当人们认为2022年是黑天鹅事件频发的一年，是最坏的一年，但是有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好的一年。那么裁员的结果我们也可想而知，裁员所造成的购买力、消费能力的下降和存款的下降，必然会对一些地区的这个房地产的供需关系和房价产生巨大的影响。现在来看银行危机下的房价影响排行榜，受到影响的第5名 达拉斯 from Texas， 预期房价会下跌20%到30%左右。达拉斯最大的问题，但是大家又不承认的问题，就是房价的高估。居高的房价和地产税跟当地的收入其实并不匹配，仅仅是 no income tax 这一个原因，并不能让高房价一直持续下去。在过去的1年里，如果达拉斯的居民想要去买房，那么预期工资基本要增加40%才去可以 afford 一套房子所需要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费用。然而当地的工资平均增幅还不到5%，当居高不下的房价和供房子的成本没有高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支撑的话，就会显得德不配位。德州这个地方地税的价格在美国的50个州当中排名第6，再加上高昂的保险、房贷等等这些供房子需要的主要的成本，无论是对于自住房和投资客来讲，很难像前2年一样收获到正向的现金流。而达拉斯房地产的这个 inventory 库存也从2月份的4000多套一下子飙升到现在的12000多套，增长的幅度增长了3倍，必然会逐渐转化成为一个买方市场。受到影响最大的第4名 San Francisco Bay Area California，预计房地产的价值会下降2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个3月份的裁员清单，很多公司的裁员计划都是在成百上千的进行，几乎每个月呢
都会折磨成百上千个家庭。而我们翻翻最近在裁员的公司，5个公司里面，其中有1家公司就 base 在三藩市 San Francisco。这些在湾区的高薪的白领和金领，曾经是疫情期间抢房大战的主力军，也是各大主流城市主要移民的来源。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城市本身华人包括南亚居民，大家对于房地产有执念的这个人群的比例很大。但是从去年以来 Facebook 也就是 Meta、 谷歌、 Twitter 还有其他的这个科技公司已经迫使到现在有10万人左右失业。当买房的一部分主力已经失业或者面临失业降薪的危险的时候，怎么样去继续供自己的自住房，怎么样能再继续通过交易发 offer 来去撑得起当地的高价，在我们心里都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再讲一个鬼故事，裁员潮的浪潮还并没有结束，未来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还未可知。影响的第3个大城市 Tampa Florida 预计呢也是房价会下跌20%、30%左右。 Tampa 呢跟其他主要的科技城市不同，它是全美排名前列的度假胜地，一直呢受到很多 work from home游客、退休度假的老年人的青睐。这里有宜人的气候、阳光沙滩、丰富的自由资源，而且没有 income tax， 相比加州来讲生活成本很低，所以 affordable 的房价呢也吸引来了很多搬过来的人和投资客。很多投资机构和投资客就像超市大量批发一样的去购买房产，然后这些房子作为 rental property 再去租给当地的游客或者一些 work from home 的远程工作者。 Tampa 这个城市整体的房价从疫情之前的20万美元左右，短短3年的时间飙升了1倍，中位数在40万美元左右。而在 Tampa 这个城市，房东结构非常的特别，大概有整个市场25%，也就是1/4比例的房子来自于投资客，也就是人们并不住在这儿，他们租金收入主要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游客和搬来这边工作生活的人。那么越是靠近海边这些 coastal area 的地区，就更加热门，更会成为投资客所青睐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Tampa 的高房价是由资本驱动的。而随着银行业的信贷紧缩，各大企业纷纷开始裁员，用少量的现金或者一定的现金撬动杠杆事情变得更难。而同时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逐渐退去， Tampa 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 Tampa 这个地方的 inventory 呢，其实在2022年的下旬开始也突然的增长，从2022年最低点的3000多套，现在也涨了3倍，涨到了现在的9600多套。那有数据表明，有30%的房产是在降价销售，比去年同期销售量的数据降低了33%。受到银行业影响的第2大城市 Phoenix 凤凰城 Arizona，预计房价会下跌25%到30%左右。凤凰城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靠近加州，所以因为它房价比较低的优势，远低于加州的各大城市，一直很受到 West Coast 西海岸人民的喜爱。很多之前在湾区工作、硅谷工作有选择可以去 work from home 的人，就会把 Arizona 当成 second home， 当成居家办公或者养老退休的首选地。凤凰城在2021、2022年2年，将近有1半的移民都是来自于西海岸。然而靠近加州却受到加州的影响，当裁员潮这个多米诺骨牌加州作为第1张牌倒下，凤凰城的房地产市场也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目前在市场上有降价销售的这个挂出的房子 listing 超过43%，高于北美平均水平的15%。由此可见，在这个市场的卖价处于一种急于脱手 panic sell 的这种恐慌情绪当中。受到影响 top 1的城市Austin, Texas， 预计房价会下跌30%左右。近年来呢 ，Austin 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这个无数科技巨头和独角兽搬迁的城市和 headquarter 的聚集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湾区和纽约成立公司的成本日渐高昂，又没有什么太多税务的优势，所以很多公司把总部搬到了 Austin。那么巨头企业的例子我们也不会细数，像戴尔、IBM、苹果、Amazon、Google、Tesla 等等，都在 Austin 成立了比较主要的业务部门，让 Austin 在过去的2年成为了全美最热门的就业市场之一。然而，当一个城市受到科技公司很大的红利，那么就也说明当科技公司撤出或者科技公司受到影响的时候，会跟 Austin 城市的地产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数据。
Austin 在全美裁员人数当中最多城市当中排名美国的前5名，整个市场的流入人口和对于租房买房的需求有限。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 Austin 在过去2年的库存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2021年的最低点1400套涨到了现在的6000多套。这个小城市的库存增长了4倍之多。人们会想象库存的增长会导致刺激房屋的销售，然而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局势。去年5月份，2022年 Austin 在市场上还在售1200多套房源左右，但是现在已经 close deal 的成交的房子只有600多套。在这种市场的作用下，对房东的选择其实也并不多，可能只有通过不断降价的方式才可以促成交易。当然我也接受反驳，但是在这种市场下行的环境下，你认为 Austin 还会再跌多少呢？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说到这儿，感兴趣的各位可以回到之前我们有一篇关于崩盘排名的一篇视频当中，对全美的几个地区再做一下更加区域性的了解。如果你对哪些城市个别的区域感兴趣的话，欢迎通过下面的留言告诉我，我会尽量的去按照大家的要求，去把最主流的一些答案做足够的分析和数据的整理，分享给大家看。也欢迎你点击 Join Button 成为我的会员。感谢你和期待你来追踪未来我的每一期视频，因为每一期视频都是真心和真诚以待。Alright, I'll see you next time.